好，曝光正常了。我是说脸怎么是黑的呢？房子，好天气啊，应该是先说好天气。房子，高楼大厦。今天跟大家聊房子，为什么又开始聊房子呢？去年，对吧？是去年，我带着我们家老爸老妈去看房子，大家有印象不？当时也说了为什么要去看啊？年纪大了，爬不动了。我们那是步梯房，就是类似像这种房子呢，要爬楼梯的，没有像这种30-40层楼的这种楼电梯房，想着方便一点啊。然后那个时候呢，也说房子在降嘛，特别是2023年的在降，所以呢，去了解市场行情，看能不能置换。当时也知道旧房子特别难卖，但是老人那个年龄啊摆在这儿，迫在眉睫，你必须得去了解，所以就有了一系列的看房啊，甚至拉着老爸老妈一起去看房，对吧？还是看的粉丝的房，但是后来没有成交啊。总体来说，觉得就是我个人觉得房价还是会跌的，因为它还没有跌到位。后来就停了，就房子这个事儿就没有管了，没提了。现在为什么又要去提房子？因为昨天我们家老婆跟我说，她说房子现在降价了呀，跌得挺厉害的呀。他们同事说想去抄底，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因为我们家这个自从小孩啊，大儿子走了是吧？我们家就有个小儿子，他又不会说人话，所以他就只能跟我说，所以我们现在交流比较多。后来他在这里说呢，我就又勾起了我的那个兴趣，我就了解了一下啊，看了一下那个网，包括我首先先了解我们自己的房子能够卖，因为不管怎么样子不管它跌成什么样子，首先前提是我得把房子给卖了才能去买，是吧？现在还有拿那么多钱去买房呢？我一了解啊，不得了啊，真的是降了呀！从今年的6、7、8、9降幅达到了15%，连续3个月，19年、20年、21年、22、23就一直在降。很多观众朋友也问我武汉的房价跌成怎么样了？我也去了解了，其实我感觉好像没怎么跌数据上也能够看得出来，那几年基本上它是在呈下降状态，但是都是以5%、7%、8%呀这样一个幅度在逐渐缓慢的往下降。但是2024年6月份那真的不得了，那就是10%几的降，而且感觉没有到刹车的这个地步。今年这个二手房这个价格是整个中国70个城市里面的二手房降幅，武汉排名第1，所以这才会有我们老婆同事的这个认为他要去抄底你看所以今天就来聊聊这个，顺便看一看这个楼。我是2年前有拍的，有跟别人说，因为我有粉丝，他们老家就住在这儿给大家看。中冶集团武汉钢铁设计研究总院，这是老房子了今年再过完就2年了，说要拆的，全部拆迁当时搞得风风火火的，但是你看停下来了，没有一点动静了，这里都变成了停车场了，这么多车全部停在这儿了，没动静60、70年代的这种宿舍，设计院宿舍，拆迁搞完了后拆了好几栋就没拆了，然后那边全部都没动，这身边的都没动，停下来了。为什么？你看一下现在房子，那对面这都是新建的，这还没交付呢。那这边外装饰墙都还没有贴装饰墙呢，这都即将交付是吧？
近距离的看一下。趁着老房子没拆，去看一看老房子吧，记录一下。这房子以后可能就越来越少了。哎，这种楼梯，哎，关于房价啊，你看现在8000到10008了。等会儿我们再谈一下房价，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涨贴，应该是几年前吧，因为这房子开始拆都是那个了。你看这个，那时候都自行车嘛，是吧？结婚的时候必须要有自行车，这个推自行车的那个轮子就可以这样推上去、推下来，就有这样一个设计。那这个房子可能还没有那么老，我感觉可能是80年代的房子，70、80年的房子。这都是老表了，这还有好老的，灭火器。这灭火器看到有年头了，这个门好像没关。哎呦我天哪！太乱了，太乱了。这边还看到有2个没关的。我们小时候70年代的时候、80年代的时候，就是类似这种房子。我没住过这种房子呀，我也很好奇啊。这里个油烟机，这是改的。Hello， 有人吗？没人。这是个厨房，煤气表，这是煤气管道。这房子都有煤气管道了，那这个房子应该不是特别老。水池啊啥的，这是厨房。这边是一个卫生间，蹲坑的。这和我们家小孩的学校差不多的卫生间。一间房，类似于那种宿舍是吧？就这么大嘛。上面对，这个蛮有的一般好像房子里面都有这种阁楼，可以放东西，放被子啊，放衣服啊什么的。这后面也是个阁楼，这可以放洗衣机是吧？这还有个麻将桌，一间，这属于一室一厅一卫。这房子不算老了，之前的房子很多都是团结户呢。这还有一个，这个布局不一样。Hello， 这个厨房要大一些，是吧？这种 L 型的这种厨房，它这边窗户就可以直接把油烟排出去了，不像刚才这个油烟还排在这个走道。做饭的话，有人上下班多不方便啊！这个卫生间也大些，这属于西头的，没电了。这也是一间房，略大一些。这也是有这种，这里还有，都有这种设计呢。因为它这个房子，哎呦，层高还比较高。老房子，靠西头，把头就这么大。这层高有3米多，现在的房子都已经看不到这么高的层高了。然后这是预制板的，你看这个形状也看到，预制板的板房。容易漏水哦。走了，没了。我发现这里还有人住吗？这刚才一个送外卖的跑上去了。这里不是拆迁了吗？还有钉子户。哇，真的有人住，是吧？这里还有人居。哦，哟嚯。好了，我出来了。刚才那个是老房子，重申一下，那是老房子，现在已经看不到了那个房子现在目前没拆，如果它拆了的话，它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是要31间，刚才我们看的那个老房子是30间，它是挨在一起的。这边的房子就按照顺序来的我们这个地方还蛮有意思，也比较好记，都是按数字排的，都，有很多其他的区开出租车的到我们这来，不认识路，你跟他说什么
多少街啊，50街、60街、80街、90街，一问一个懵逼。刚刚说的房价现在是不是抄底，有没有到底？好，我们来分享，就从那个二手房那个市场价吧。我在2019年的时候，就我们小区啊，我2019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开始讨论要换房子了。我们小区正好在楼下1楼啊，和我们家一模一样的一个户型啊，同一个小区嘛，1楼有院子。我们家老爷子呢又喜欢折腾，所以他们要出售，正好没认识，还给了我们一个友情价，你知道多少钱吗？320万。当时的二手房价格是接近2万2一平，140多平的面积的话，就卖了300多万了。我们当时是楼层嘛，楼层高嘛，单价卖不了那么高，所以我们当时筹划了一下，和爸爸妈妈商量，我们大概也可以卖个270万啊。所以我们当时想把我们的旧房子给卖掉，270万，然后他们是320万啊，我们只用贴个50万就可以拥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然后又还是住在一起，是吧？又有院子，又不用爬楼，老人嘛，1楼嘛也挺好的。当时还准备去买的，现在想一想真没买。那家还真的是做生意的啊，生意人。你别说，这些生意人啊，或者这些接受市场更敏锐、更敏感。我们那时候当时还在上班，很多都懵的，而且那个时候啊，特别是2018年的时候，房价突在涨，以每年30%的幅度在上涨。那时候感觉买房子呀，就感觉你必须得买房子，你不买房子你就是亏，你就感觉你亏1个亿啊！只要有房子卖，赶紧去买，都排队，就这种感觉啊。现在想想，幸亏没买。从2016年，整个武汉市的房价每年35%啊，这样的幅度在往上涨。为什么？因为军运会19年搞嘛，所以在决定要开军运会的时候，整个武汉市啊，在17年、18年那个时候卖地、建房，那真的是动作特别大。应该那个时候好像也是排到几十个大城市里面第1了，所以房价就涨得很高。到后来疫情，大家也知道，因为这个军运会开完以后啊，武汉市其实投了很多钱，但是后来没有得到，我认为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啊。然后再加上这个玩意儿，口罩是吧？然后就一直跌了，10%不到吧，每年跌。但是到了今年6月份，突然就10%、15%的再往下跌，但是呢，仍然弥补不了2016年每年35%的这样一个增幅的泡沫吧，啊，还是没有消化掉。现在我看了一下房价，就我们这一块的一个均价，二手房均价13000，均价13000，而15年的时候是8000多，16年的时候是11000，17年的时候就达到15000，每年就是好几千一平的在涨。所以现在的房价13000，同比当时16年、17年的幅度上，现在可能也是跌到了2016年的年末那个时候啊，仍然还有30%的这个泡沫，是吧？你看为什么刚才那个老房子建了拆了不建？你看这边对面就这么多新房子，对吧？你看那边也有很多新房子。还这个树挡着了，但那里也有很多新房子。这新房子它都消化不了，你何况那旧房子或者还没有拆，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市场的，那怎么办？这也是我为什么去年想买房，后来想到自己房卖不掉就搁置了。然后还有就是小孩的这个事儿一样，原来200多万卖个房，总觉得啊，如果孩子成绩不好，学习不好，送到国外去，充其量就卖套房呗。现在可不敢说这话了，是吧？现在这个房子，我们那个房子
只能卖100多万了。我估摸算了一下，可能只能卖160万啊。18年的时候推测可以买270万，现在几乎上就已经快砍半了，是吧？快砍半了，所以现在还是不敢动啊。而且我们这个区呢，其实属于一种饱和，也不是我们这个区，我觉得整个武汉市都是这样，整个武汉市都是靠着国企啊、央企啊这种国有企业比较多啊，这样一个结构。私有企业比较少，然后流动人口也不是那么的多。这些房子建那么多，就是因为有很多虹吸啊，吸引了很多周边城市啊的人到了武汉来发展。但是近几年不生孩子，然后流动人口又少，这些新房子都消化不了。你说旧房子怎么办啊？旧房子消化不掉的话，这个房价它就会继续往下掉，继续往下跌。所以我觉得现在真的还没有到房价到了谷底的这个时候，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的哈然后我先说一下2024年1环以内大概2万起，然后到4万也有它跨度特别大，特别是内环，有的还有7万的。现在目前武汉市还有7万的，应该这也算是武汉市房价的天花板了。但是它局限在某一个那个地段，有什么27滨江啊，因为我们这块长江边的城市嘛，所以它最好的房子呢还是在江边，江景房是吧？就比方威海那边什么海景房卖点是江景房，所以贵的房子都在江边27啊、汉口啊，类似这一块。然后是2环，就是1万块钱，3环大概就是8000块钱，4环再1万，那就是5、6千每平的一个房子，就是目前2024年的所以我觉得它还会降，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幅度在慢慢变快，它要消化掉之前16年、17年、18年、3年这样一个泡沫吧，30%多的这样一个增幅，它要慢慢消化。我认为今年才刚刚开始，它只到了中部，还没到底，所以现在并不适合入手，并不适合抄底房价，我认为是这样，所以我决定还是继续不动吧。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老婆看一下，我也不知道昨天老婆跟我说房价的时候是不是她有什么想法，闲不住，孩子不在家就开始瞎想了。评论见，拜拜。